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4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是不是？看今天第一次穿这件背心儿，这也是今年夏初的时候买的。日本这边的 Nike 会时不时的上一些这种衣服，这是今年的新款，感觉还行。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这些跑步生态，这些账号，这些平台。在聊这个之前，我才知道，因为我在 B 站刷的不多，那天刷朋友圈才知道，那个刘铮就是我不是装备党出的那个事儿。今天跟他在朋友圈说呢，说春节回北京来一次2环，过2天就好了。大家还是真的要注意安全。但是任何事情其实都有风险，不能因为风险就完全什么都不干。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今天起跑稍微有些快，那天儿比之前就气温其实还一样，但是感觉没有那么闷了。不过你看我这3公里，它汗已经湿透了，这儿还是很热的。感觉这儿的气候要比北京差1个月吧。现在就是想去努力准备下个月15号的半马。我现在想的就是先冲，能冲多少是多少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又跑了14公里多了，来到大阪城。我基本上前2天的节奏就是这个时间到这儿，然后转一圈我就回去了。今天前10来公里跑得快。这个训练周期，今天周一，明天周二，后天是强度课，所以今天的后半段和明天就轻松跑。在说选择平台这事儿上，或者生态这事儿上，先跟大家讲个故事，就是我今年的东京马拉松的名额是怎么获得的。可能从去年前年就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大家都还记得，是有一年我忘了是2020年还是2021年，那个时候东京线下马拉松也是取消的状态，然后呢他就办了一个线上的半程马拉松。但是东京这种线上马拉松，日本的绝大多数线上马拉松只收费的，要报名费的，大概可能是几百块钱人民币，不便宜呢。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心态下，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参加了。那次跑的就当一个普通的早训练，1小时20左右，好像是。之后呢，就因为这个比赛的成绩，它有一个抽签儿，在完赛的人里抽东京马拉松名额，我就抽中了。为什么给大家讲故事呢？就是今天我说的这个事儿呢，只说事实，我们不说对错与否或者怎么样。就是我的观点，无论您使用哪个平台，建议您就我们跑步的小伙伴，咱们就为了跑步，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注册国际区的账号。这一点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名，加名是分国际区和国内区的。您怎么区分呢？您登录网页版，您看您那个网页的域名是.cn 结尾的，那您就是中国区的；.com 结尾的就是国际区的。因为现在，如果您不志在说出国参赛，就是说我在国内跑跑马拉松，或者说玩一玩，这个真的无所谓。中国区的可能您连接起来还更快一点。国际区呢，就是就像那次的东京，它有几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就是
你用跟他官方合作的那个软件，是日本的一个跑步的软件，拿手机去记录。要么呢，就是你跟他那个平台同步。那同步的方式呢，像一般就是国外的这些平台，除了特别大的会考虑佳明的中国区，否则都是不考虑的，默认就都是国际区。那这时候你就尴尬了。然后日本这边那个软件呢，像如果是苹果在中国区的 App Store 还是不上架的，这无形中给自己造成了很多跑步上的障碍。而且大多数就是佳明这种公司，它毕竟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，或者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，它可能更多的，如果您是决策者，您肯定也是优先去考虑全世界的用户，再去考虑中国区的用户，对吧？以前佳明是不区分的，有一年有个什么规则又落地了，就变了。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跟客服申请说我要转一下，现在也不行了，现在只能自己处理。而且这两个区邮箱地址好像是不能重复，你得用另一个邮箱地址注册国际区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佳明这边导出和导入数据目前非常方便，因为它是一大的平台，这么多年了，生态非常的发达，小到说有 Chrome 的插件，就帮你模拟点击去导出，大到说有脚本有程序，或者说佳明自己也可以申请获得自己的所有数据，但是呢，你要等几天，他给你发一邮件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高驰其实也是区分中国区和国际区的，我也有2个账号，但是像就是国内的这个品牌，他做这个的时候，他会考虑这些事儿，或者说他能解决这些事儿。现在高驰中国区的账户也是可以把数据同步到 Strava， 同步到像Training Peaks 这种平台，你只需要同意一个数据出海的协议就行了，都在它的 APP 上就能操作。所以说生态这个事儿，现在像我们训练，无论是马拉松、铁人三项，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平台。像铁人三项的小伙伴可能用的比较多的，我刚才说的 Training Peaks 这种，像这种平台，主流的跑步手表都可以支持数据的导入导出。注册国际区的 ID， 可能您面临的唯一的风险就是，没准有一天就又打不开了。就我是做这行业的，我特别能理解，就是技术行业这个厂商啊，其实就是越新越好，因为它没有历史的包袱，没有技术的债务，就特别好弄一个新的东西。旧的东西想再调优弄好是很难的，就是不是说一个说我想弄什么样是弄什么样的，这真的没办法。这个就是您自己判断。然后至于这高驰、佳明这2个平台，还有 Stride 和 Strava 这些数据的互相的联通，这个回头我录室内的视频给大家讲，我还在准备。至于说哪个平台能记什么数据，能提供什么分析，这些坦白说几乎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我总说 Stride 的功率，我也只是看看他帮我预测的比赛成绩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。今天零零碎碎跟大家说说这个，差不多，我再溜达一圈就回家，加油干！哎，9月4号星期一清晨，第一个训练日训练结束啊，还是挺热的，又湿透了。21公里，1小时37，平均配速4分36，平均心率153，功率221，步频197，还行哈。昨天我实验过了，就是
Stride 和高驰的那自己的2代的 Pod 放在后腰。虽然在起跑的时候准备的时候，这2个图标就是 Stride 和高驰自己的 Pod 会同时闪烁，但是呢，一旦高驰自己的 Pod 连上 ，Stride 就不起作用了。我已经测试过了，不能2个同时使用。这个其实是有些小遗憾的，我会给高驰的小伙伴提建议，就是如果这2个同时使用的时候，它自己的那个 Pod 提供左右平衡，可以提供垂直振幅，因为这2个数据在腰上是比较准的。然后呢，像功率、触地时间、步频可以依赖 Stride，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其实是官方的合作的关系。这个看高驰怎么想吧，回头我问问。最后还是我看装备党的那个摔的，你们看他这儿这个摔的还是挺厉害的那一下，应该就是一下就突然失去意识了或者怎么着，但是他没有详细说，我猜的啊，因为带病高温马拉松确实是有些凶险。就我那年跑伦敦，就特别危险，那年特别热。前2天老哥那个北海道也是完赛率只有81%，就是那种天气下跑马拉松真的是特折磨人的。那年伦敦回来，我这肩膀上掉了3层皮，就晒的一场马拉松，你们想。然后路边有好多过了30公里坐在路边的，我都险些就不行了，就瞬间觉得被抽空了那个感觉，行吧？但是好起来了嘛，对吧？再怎么说有这底子在，都没问题，很快应该就好了，还约了春节刷2环呢。今天跟大家聊聊生态这事儿，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已经在中国区注册这么用了就不行，也没什么不行的。您要是想转，就等我的视频或者您自己搜搜，我也给您提供了一些思路了。就 Chrome 就有插件，然后它其实就是模拟区，你就登录到佳明的自己的后台，它模拟区，点击帮你下载所有的记录，然后那边能批量上传。行，那今天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然后咱们明天再见。